东亚最诡异的国家就是泰国，那里特产恐怖片。我知道你一个人不敢看，没有关系，我陪你。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网飞的泰国恐怖片《灵异星期二》，和前作一样是个8集的单元剧，每一集都改编自广播节目里观众分享的真实故事。今天我们先看第一集，我们的小妹妹。伴随着诡异的生日快乐歌，我们在缓缓移动的大摇臂镜头中来到了一个车祸现场。我们的女主姐姐艾耶从车祸中醒来，慌乱地呼喊着妈妈，但是下一秒她就看到妹妹艾尔不知道何时离开了车辆，正走在路上。妹妹回过头，结果车祸带给姐姐的不只是生理上的创伤，心理上更严重。姐姐从此陷入了 PTSD， 噩梦缠身，吃药为生，根本没办法和常人一样工作生活。但是妈妈比她更严重，根本没办法接受妹妹的死，做饭都会多做一份，情绪也不稳定，还抗拒吃药。姐姐十分头大，但更麻烦的事儿来了。不愧是泰国啊！妈妈从大师那里求来了一个几乎和妹妹一模一样的人偶。妈妈抱着人偶喊着妹妹的名字，看到这一幕，隔着屏幕的我和姐姐一样觉得毛骨悚然。这个娃娃也做得太逼真了吧。接着大师叮嘱她，第一，要和真人一样给人偶准备一日三餐，这也正合了妈妈的心意。第二，在0点之前要把人偶放回盒子里，绝对不可以超时。最后绝对不能走出大师布置的结界。完了，后面这2个 flag 都给你立好了。姐姐瞬间觉得自己的 PTSD 好了，就和朋友黄毛吐槽妈妈的神经质行为。结果黄毛说这也太酷啦，黄毛还是安慰姐姐不要再自责了，妹妹艾尔是不会记恨你的。结果这时房间里的灯光突然闪了一下，姐姐仿佛听到了诡异的笑声，于是她挂了电话走出房间，听到了妈妈的说话声，她便一步一步的下楼，却看到客厅里电视机正放着《午夜凶铃》，而人偶看得十分认真。忽然在一个 jump scare 之后，妈妈责备她为什么关了电视，妹妹还要看呢。姐姐回头看去，人偶却恢复了正常。姐姐受够了，又和黄毛吐槽，表示要去控诉那个大师的所作所为。但黄毛却说，既然大师的行为能让你妈妈快乐，那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方式也让自己和解呢？12点，妈妈把人偶放回盒子里，便回房休息。等妈妈走后，姐姐打开了盒子。我说姐姐啊，不作死就不会死，已经超过12点了。姐姐把人偶抱了出来，质问娃娃，你真的是艾尔吗？在一个遮罩运镜之后，人偶就变成了妹妹。她拥抱着姐姐，说了自己有多孤单，多害怕，有多想他们。但是下一秒，妹妹的双手越来越用力，开始恶语相向。我知道你一直嫉妒我，你是家里最没用的，最不受宠的，但你却是那个渣男爸爸的最爱。姐姐立刻推开了妹妹，而妹妹却痛苦的大叫，救救我！雪白的连衣裙又变成了车祸时的模样，鲜血直流。于是姐姐被吓醒了，窗户大开，她养的鸟吉吉国王不见了。姐姐四下寻找，问妈妈有没有见过吉吉国王。正在切菜的妈妈一言不发，直到走近以后才转身告诉她没有见过那个傻鸟，而砧板上也只是胡萝卜而已。看到边上妈妈扔掉了药，姐姐又开始唠叨，妈妈和她争吵起来，我已经好了，别烦我，我要给艾尔做菜。姐姐气得丢了药走了出去，看着客厅的人偶一把抓住就想丢掉，妈妈立刻过来阻止她。争抢间，姐姐撕坏了人偶身上的衣服，露出了密密麻麻的祝福。姐姐一时呆住了，妈妈趁机推倒了她，抢过了人偶。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姐姐越想越气，而妈妈坐在园子里，一面替人偶缝补衣服，一面对话，对，你说的对，你姐姐是多余的。生气的姐姐还不知道这一幕，她收拾完东西就想离家出走，却被妈妈一把迷晕。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屋外电闪雷鸣，她被绑在烛光晚灯前，人偶正一脸得意地看着她。而妈妈呢，端出了一锅黑暗料理，一面嘘寒问暖，一面叫她喝下这碗吉吉国王鲜汤。快喝吧，你妹妹也想喝呢。姐姐拼命的反抗，撞掉了汤。妈妈生气了，面目狰狞的抓着姐姐就骂，你为什么不听话？你和你的爸爸一样是个贱人。妈妈爆发出了小丑一般的演技，抓着姐姐的脸，相信妈妈，我会让大家一起快乐起来的。接着妈妈又对着人偶开始说话，好的好的，我都听你的。于是妈妈就去倒了2杯杀虫剂，看起来就像是宫廷御酒，180一杯，你一杯我一杯，喝了下去陪妹妹。于是妈妈一饮而尽，姐姐轮到你了。姐姐怎么敢喝呢？她拼命挣扎，却被妈妈猛灌了几大口。她好不容易找到机会撞倒了妈妈，打翻了烛台，点燃了桌布。妈妈缓缓站起，手握剑头，仿佛恶灵附体一般的冲了过来。姐姐立刻空手夺白刃，一脚踢开妈妈。倒在地上的妈妈清醒了过来，和她说着抱歉，都是人偶逼我的。姐姐想起大师说的话，就想起身把人偶带出结界，但餐桌前却不见了人偶的踪影，反而有一个可怕的怪物袭击了她。恍惚之间，她又听到了那首生日快乐歌，而妈妈和妹妹都在祝她生日快乐。就在她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妈妈来了，她挥刀刺中了怪物，于是怪物又变回了人偶。姐姐抓起人偶就跑，跑向了狂风大作的屋外，摔倒，起身，继续。在悲壮的 BGM 中，该来的反转也来了。
于是恍恍惚间，姐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时候。妹妹抱着她说：“姐姐，我不怪你，你也不要责怪自己了。”姐姐终于醒来了，身旁躺着2个娃娃，一个是妹妹的模样，另一个是妈妈的样子。整个家里却空无一人，只有她和姐姐一个人。原来在当年的那场车祸里，妈妈和妹妹都死了。这个剧情当初是姐姐一意孤行，非要妈妈开车出去，有可能就是想去找那个渣男爸爸，所以她一直活在内疚和自责里。而现在妈妈和朋友都是她的异性，不吃药的人是她，活下来的人是她，走不出去的人也是她，找大事请来人偶的人还是她。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是她，一切也只有她。